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内容啊，跟品牌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度的互动。比如华晨宇是炫迈品牌在10年前的代言人，而在品牌10周年的营销活动之际，再次邀请华晨宇与品牌深度合作了一场直播音乐会。从舞台的设计，那个图稍微有点小啊，大家可能看不清楚。这个舞台的设计与炫迈的 logo 融入是非常深的，非常深度的融入了一个 logo 的那个流线型的那个元素啊，一看就非常的炫迈。对，但是这个舞台设计其实因为我们的团队很强，所以它是很美的一个设计啊。同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用了共创直播账号、华晨宇的账号、我们直播的账号以及品牌的账号，形成了一个共创性的联播。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使用了点赞彩蛋这样的一个形式，共同的去完成了一个深度的互动和转化。我们看到这一场的直播有2.2亿的总观看人次，同时我们品牌的 NPS 也有282%的一个提升。可以说这一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达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营销的效果。而正是只有在直播演出这样的一个形态之下，才促使了这次活动中营销目标的高度契合和内容的深度的融合。那相对来说，是不是流行文化会好一点呢？胡超老师，您跟我们讲讲呢？谢谢大家。是这样，作为流行娱乐文化演出的出品公司吧，对，过去做过很多大型活动的线下演出，对，像我们的华晨宇火星演唱会，到今年开始已经有10周年了。但在我看来呢，去年的包括前面的3年呢，我们那个传统的演出的行业呢，遇到了很大的一些问题，大环境的问题呀，然后在演出经济，然后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再一个呢，就是目前线下演出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讲呢，具备一定的局限。由于很多的原因呢，不能到现场。刚刚也有说到，说现在的线下的演唱会呢开始恢复了，开始一个比较井喷的状态。但是呢，所有人的巡演呢，仍然无法覆盖到所有观众的一个全部的粉丝，所以最终呢，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线上演出呢出现和普及，其实能很好的解决了之前我们线下遇到的这些问题。对。其实无论是付费还是免费，优质内容一直是一个准入线，也吸引到很多合作方愿意来做各种演出内容的尝试。华晨宇演唱会就是个很好的案例啊。也想，胡超老师正好在现场，想问一下，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跟抖音演出来进行合作呢？对，去年我们跟抖音的合作呢，将火星的现场第一次搬上了这个直播的平台。相信很多人也看到了，去年我们9月份做的这个火星乐章的音乐会，做线上呢，做纯线上，我们是第一次尝试。然后呢，但是效果呢，确实超出了预期。我们做到了2亿多人的观看人次，也上了非常多的热搜。当时呢，情况是因为受困于疫情的很多粉丝没办法满足线下演唱会的需求，那让我们在线上让我们的观众得到了满足，同时呢，有很多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我们演唱会的抖音用户呢，因为这次演出也喜欢上了我们的音乐和舞台。做线上的演出呢，其实压力是更大的，它会被更多的观众看到，不光是歌手的粉丝，最终内容的好与坏呢，都会无限被放大传播。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但同时呢，也有很多线下无法实现的方式，在线上得以呈现。例如我们之前火星乐章里面用的电影级的计时镜头的分割展示等，都是很炫酷，线下是很难或者玩不转的一些东西。对。然后接下来即将发布的将会是我们演唱会里面非常期待的一个演唱会，有请我们的合作伙伴亚美娱乐的创始人胡超先生带来这个惊喜的分享，有请。欢迎胡总。谢谢主持人。舞台交给您。尊敬的抖音的
这个直播的观众，大家好啊，我是胡超啊。然后呢，其实呢，去年我们和抖音有合作，第一次合作一个线上的直播的演唱会，叫《火星乐章》。然后鉴于去年我们非常好的合作的开始，今年呢，我们又和抖音，然后计划做一场，然后突破原有模式的演出的一种形式，就是火星乐章的或者火星演唱会的一场这个一起去看日出的专场。对，这个演出产业呢，一直就是文化产业体系中核心产业之一。过去的很多年呢，荧幕上以及线下剧院、场馆以及各种各样的演出形式，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和精神需求。然后由于前几年疫情的出现呢，使演出产业很多发展的空间被阻断。随着线上直播热潮的出现，演出产业也逐渐创新发展新方向。很多歌手和原本以线下为主的演出类型转移到了线上。然后我们一直做的火星演唱会的品牌呢，在过去的每一年的这个时间呢，都会举办线下的演唱会，与歌迷完成1年1度的火星之约。但也是由于疫情嘛，对，在22年的9月。也就是华晨宇花花出道的9周年，我们也尝试了在抖音平台举行了一场火星乐章的直播音乐会。通过直播后的数据显示，这场直播带来了非同凡响的传播的效果。直播的观看人数呢达到了2亿加，直播点赞数呢达到了8700多万，活动的总曝光量超过7亿加。过去啊，在我们的认知中，这个所有歌手的演唱会呢，一定是要做线下，可以感受到现场的狂欢，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听觉上，都和我们直播的这个演出是有不一样的感受的。对，现在这种直播形式呢，完全打破了之前我们固有的认知。不仅演出的效果呢比较直观，更直接的震撼，同时呢也感受到了这个抖音平台给我们的这个流量。对，然而直播最重要的是将内容的制作的部分呢更创意化、有深度，这样才能更加传达出音乐品牌的调性。像我们这次演出在制作上也使用了这个电影计时分屏 live 的切割手法，并且与交响乐融合在一起，数百位这个交响乐团的艺术大师共同完成了这场视听盛宴。然后我们花花的歌呢，之前呢都是一些流行乐，这2年呢，它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加入了一些传统的古典乐在其中，像齐天大圣融入了唢呐的元素，像小镇里的花也融入了很多民乐的乐器。这种中国民族音乐和现在流行乐的相结合呢，搭配着它的歌声呢，相互应和，错落有致。这也是一种创新型的音乐艺术文化。以往呢，然后呢，粉丝来看我们的演唱会呢，都是在哪些城市举办，然后跟随到这些城市，具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对，比如说这个不能所有的粉丝都一定能到达到我们的现场，或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然后呢，平台的直播呢，恰巧解决了这一点。对，一部手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去看。对，火星乐章呢，就去年我们合作的这个项目，在抖音平台直播后呢，我们也多角度的总结了这次的这个传播的效益。首先呢，作为我们的这个火星音乐的品牌呢，传播的范围呢更广了，涉及到了不同的年龄的受众，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这样的舞台。其次呢，最大程度上增加了粉丝的粘性。对，与此同时，在我们做线下演出的同时，
然后线上演出更好的给我们带来了宣传，对，然后这样才能做到这个线上线下最好的一个结合，把影响力这个做到最大化。未来呢，就是我们在今年呢也是在计划这个与线下的演出与线上的直播相结合联动，对，并且呢，在今年呢，新的一轮火星演唱会巡演当中呢，计划做一场特殊的专场，是一起去看日出为主题的专场。对，这个是呢摆脱常规的演出形式，对，然后延续我们之前的火星乐园的形式，超级时长，真正做到一场从日落可能迎接到日出的这么一场这个事件性的这个演唱会，对。然后呢，我们这个演唱会呢，这个通过抖音这个品牌，然后呢，更好的把火星文化传播的这个更广，也计划呢和抖音呢合作这一场这个线上线下相联动的专场，同频直播，让广大的歌迷呢更能够感受线下演出的体验感、沉浸感，又能感受到线上演出的所有的直播场景环节近距离呈现在眼前的音乐现场。谢谢大家。谢谢胡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这场充满着火星文化的线上线下联动的演唱会尽早呈现在所有歌迷的面前。